大成老祖的牌面有多足，韩立驾非洲无事城池净空，低阶修士只能跪地惊呼。从落朝草原的上古祭坛到跨界传送的神秘界面，这场为争夺小世界的强者之战终于要拉开帷幕了。书接上回，六义毫不犹豫地一展衣袖，寒光卷动间已将冰凤带至身旁。随着白雾涌现，一颗晶莹圆珠从他口中喷出，滴溜一转，便化作8亿巨弓之形，径直破开山腹，急射而出，化为一缕白线，消失在天际。约莫一顿饭的功夫，天边传来破空之声。黑袍青年脚踏七色彩云，看似衣袂飘荡，动作从容，顿速却丝毫不慢。几个闪烁间，已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小山上方。他面无表情地扫视下方山峦，嘴角忽地浮起一丝冷笑，足尖轻点彩云，便朝六义等人逃走的方向追去。这位仙界真仙竟似有特殊手段追踪二人下落，即使间隔已久，仍能精准无误地锁定方位。一场追逐就此展开。六义虽已动用保命遁术，速度与对方判若云泥，但无论他拉开多远的距离，黑袍青年总能在数日之后不紧不慢地再度追近，如影随形，仿佛猫细鼠般从容。六义又惊又怒，反复探查自身与冰凤体内，却未发觉任何异样，这才明白自己终究低估了仙界之人的神通。无奈之下，他只得持续消耗刚刚凝练的素阴心气，带着冰凤一路奔逃。3个月后，就在六义渐感不知之际，身后的黑袍青年却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一连数日未曾现身。二人喜出望外，以为终于摆脱追杀，急忙寻了一处隐秘之地调息恢复。然而半月之后，当黑袍青年的气息再度出现在附近时，六义与冰凤心中叫苦不迭，只得继续踏上逃亡之路。血天大陆赫连商盟总部的隐秘大殿内，负责人毕颖端坐紫木桌后，面色阴沉地审视着手中刚送达的玉简。阅毕，他将玉简置于桌面，轻拍手掌，木桌前清风乍起，一道模糊身影瞬现，随即向毕颖深衣行礼。毕颖语气平淡地询问，为何烟雨道友已然陨落，下属却隔了许久才将消息回禀。模糊身影沉声解释，烟雨前辈当日与另外2位大成修士会合，深入齐云山脉调查8国19宗人口失踪案，一去数月后，仅传回过查到疑似元凶藏身处的讯息，此后便杳无音信。后续冥蛇族与商盟派人携3位前辈的本命牌再度入山搜寻，刚深入不久，3块本命牌便同时碎裂，众人才知晓3人已然陨落，只是对方不知用了何种手段掩盖了此事。调查人员又耗费了近1个月，才在一处隐秘之地寻到3位前辈的残留气息。从现场痕迹来看，3人应是经历一番激战后同时殒命，对手却仅有1人。此事事关重大，调查人员不敢怠慢，往返核实所有消息无误后，才敢将实情传回总部。毕颖摩擦着下巴，眼中寒光闪动，自语般说道：“能遮掩本命牌天机，即便时长不长，也已颇为不可思议。他活了这么久，从未听闻过此类事情。”烟雨道人3人虽只是普通大成修士，但能凭一己之力将3人同时斩杀，整个血天大陆的成名老怪中，恐怕也不超过10人。商盟内除了他自己，其他长老都做不到这点。看来血祭8国19宗的，当真是一位绝世凶魔。模糊身影继续禀报，若这凶魔仅血祭了齐云山脉的诸国宗门也就罢了，以其恐怖修为，即便犯下这等弥天大祸，多数势力多半也不敢贸然寻仇。但刚收到消息，此凶魔半月前竟明目张胆现身大龙国，幻化出无边血河，将大龙国所有人口及国内数十个中小宗门尽数覆灭，所有生灵皆化为血水，被吸入血河之中。此事一出，血骨门等几大势力再也无法坐视不理，近日正频繁接触，似是打算抽调大成长老组建屠魔盟，专门围剿这凶魔，且相关势力已发来信函，邀请商盟加入。毕颖思索片刻后做出决定，坦言血骨门等超级宗门终于插手，说明事情已然闹大。这样一来，商盟不必过深卷入这趟浑水，但也不能毫无表示。他吩咐下属让军长老前往参与屠魔盟，却务必注意避战，以保全自身性命为首要原则。毕竟商盟已然损失了烟雨道友，代价已然不小。模糊身影对命令毫无异议，躬身领命，称即刻便去通知军义梦长老。毕颖又沉吟片刻，冷笑一声补充道：“强者之战的时日将近，可着手召集人手，做好万全准备。”他语气中带着几分遗憾，若非必须坐镇盟中，且强者之战直接关乎一个小世界的重大利益，他倒真想亲自会一会这位血祭无数生灵的凶魔。模糊身影应声表示会妥善安排好一切，随即又迟疑着禀报了参加强者之战的人选情况。除了毕颖与文心凤长老坐镇此地外，雷大人已进入血天大陆，正在分部闭关。韩立前辈一行人据商盟沿途眼线回报，似在落朝草原附近徘徊，仍在寻找当地的几座上古祭坛。唯一的麻烦是血煞前辈自1年前破界进入传闻中的千阶迷宫后，至今未归，不知是否也被困其中。毕颖却毫不在意，直言血煞神通不在他之下，且此人性格谨慎，若非对进出迷宫有十足把握，绝不会贸然进入。到了约定时间，定然会准时出现。
模糊身影闻言放下心来，称既如此，血煞前辈想必会准时赴约。他即刻便向雷大人与韩前辈发送消息，安排分部人员将二人直接传送到小世界的据点。碧影微微颔首表示同意，模糊身影再次躬身行礼后，木桌前空间微微波动，其身形便就此消失不见。这时候，碧影才漫不经心的一抬手，向桌子一端摆放的一堆玉简抓去。但就在这时，忽然啪一声，从其身上传出一声微微的闷响。碧影顿时脸色大变，原本抓出的手掌竟一下凝固般的悬浮在了半空中。好一会儿后，他才深吸了一口气后，将伸出手掌飞快一收而回，往腰间一按而去。青光一卷，一个翠绿欲滴的玉匣从中一飞而出，并一闪的悬浮在了碧影面前。此玉匣表面明印着密密麻麻的灵纹，同时表面还贴着数丈淡金色符文，闪动着淡淡的灵光。碧影脸色阴沉，手臂一动，两手顿时车轮般的飞快一掐诀，食指一抖后，同时冲玉匣上一点去。玉匣一颤后，数枚金色符文自行的一片落，匣盖则一闪之后，也自行的一打而开，露出了里面一个式样古怪的扁平圆盘。此圆盘洁白如玉，中间隐约明印着一个鲜红似血的纹阵，而中心处更是隐约有一个黑白色的太极图案，让人一望之下，竟有一种心神全都被凭空摄入而无法自拔的诡异感觉。碧影凝视圆盘良久，终是咬牙抬手，五指一探，便向玉匣中抓去。噗的一声闷响，指尖刚触碰到圆盘，其上鲜红纹阵便脆弱碎裂，裂开数道细缝，中心的黑白太极图案更是应声崩解。碧影脸色阴沉地盯着破碎的圆盘，喃喃自语，确认这是传闻中的天机碎。他自大道出城，便以精血祭炼此宝，只为防备万一。如今预兆显现，不禁暗忖，莫非此次强者之战藏有意外，或是自己命中注定的大劫已然临近？片刻后，碧影脸色阴晴不定，随即冷哼一声，暗道我命由我不由天。即便此宝灵验，也未必全无生机，只是先前的准备已然不足，必须再加倍后手。话音刚落，他袖袍一抖，一片绿霞席卷玉匣，轰鸣声中，匣内白色阵盘瞬间化为飞灰消散。血天大陆妖兽横行的落潮草原某巨型湖泊上空，韩立一行驾驭不起眼的非洲疾驰。韩立立于舟首，面无表情，身后的朱果儿与花石老祖则垂头丧气。不久前，他们探查完草原最后一座上古祭坛，依旧一无所获，难免沮丧。突然，韩立身上传来清晰的嗡嗡声，他神色微动，袖袍一震，一枚淡蓝色阵盘飞出，盘面浮现10余道银纹，灵光流转。韩立双目微眯，当即吩咐众人前往附近的天马城。花石老祖虽有讶异，却不敢耽搁，立刻掐诀调转舟头，朝指定方向击射而去。朱果儿眨了眨眼，忍不住向韩立询问，是否那强者之战已然临近。此前，韩立虽未详述战事细节，却也透露过届时需前往某地与其他强者交手的消息，是以他才有此疑问。韩立坦然承认，时机已到，提及先前受了商盟好处，自然不会反悔不去。朱果儿见状，面露担忧，提醒韩立，连赫连商盟这等大成云集的势力都要请他相助，足见战事凶险，需多加小心。韩立闻言轻笑，语气胸有成竹，称以自己如今的神通，世间能威胁到他的存在寥寥无几，即便战况不利，安然脱身也绝非难事。见韩立这般自信，朱果儿和花石老祖互望一眼后，一下安心了不少。半个月后，韩立等人终于飞出了草原，并来到了草原边缘处的一座巨城中。此城和一般城池不同，高大城墙外全都种着一排排黑绿色粗大巨竹，一根接一根连绵成一排竹墙，竟将整个城池全都包围在其中。而在此城的城墙之上，每隔里许远处就会耸立一尊10几丈高的飞马雕像，通体灰白，栩栩如生，并且姿势神态竟无一相同。韩立等人所驾飞舟根本未曾在城门处落下，而是大模大样的从城头上空一掠而过后，在众多滴中皆修炼者吃惊的目光中，一头撞在了此城看似无形的禁制上。但飞舟只是略微滴了一滴后，就再次一颤的直奔巨城中心处击射而去。大长老祖！下方当即有好几人同时的失声出口。附近城墙原本一脸警惕之色的警卫也骇然之后，立刻换上了恭敬神色，目送飞舟向远处一飞而去。能直接让一条飞舟都无视一城净空禁制的，一般合体存在可无法做到此事，只有大城以上存在才有这般大神通。虽然一般所有城池都会严禁外来者空中飞行的禁条，但对大城甚至一些强大的合体期强者来说，大都会被直接无视的。当然也会是镇守城池的强者等级和数量，各城还会有些不同的。天马城虽有规模，却无大城老祖坐镇，仅靠数名合体期修士执掌，城中警卫自然绝不敢招惹大城修为的韩立。玉气飞行之下，韩立一行人片刻便抵达城中心那座悬挂商盟标识的巨殿前。收起飞舟落地时，两排神色恭敬的男女已从殿中迎出，齐齐向他行礼。
为首的灰发老者年约60-70，上前恭迎，称数日前便已接到总部消息，备好传送法阵，询问他是否需要先歇息再启程。韩立目光扫过老者，淡淡赞许商盟办事利落，直言无需歇息，让其即刻准备传送。老者躬身应下，当即在前引路。韩立点头先行，朱果儿与花石老祖紧随其后。片刻后，几人进入地下隐秘大厅，厅中央矗立着一座刻满细密灵纹的淡银色法阵。韩立扫了一眼，眉头微蹙，询问此跨空传送阵是否直接通往目标小世界。老者据实回应，确认是碧影的安排，让他抵达后与其他强者会合。韩立闻言一笑，料想那边已准备妥当，便直接踏入法阵。朱果二人随即跟上。老者取出一块淡青色玉牌晃动，一道银光射入法阵，法阵当即嗡嗡作响，银光大盛，将三人身影吞没。传送结束，三人现身于另一界面一处被葱郁灵木环绕的露天法阵中。刚站稳，便有一道爽朗的声音从树后传来，问候韩立是否如约赶到，询问其数年未见是否安好。话音落，两侧树木竟自行分开，走出两人。前方老者面容枯黄，身着绿袍，面带笑意；身后妙龄女子身着锦袍，怀抱银毛小兽，神态端庄恬静。韩立打量绿袍老者，感应到熟悉气息，挑眉询问是否为碧影道友。碧影笑着承认，提及当日已是佛徒试探之事，恳请他勿要介怀，并称此次强者之战须多依仗他相助。韩立一回以笑容表明，既然当日已然应允，此次必会尽力相助。碧影大笑，侧身引荐身旁女子，介绍其为商盟长老会的文心凤长老，出身幻星门，实力在血天诸多长老中名列前茅，亦是此次出战人选。韩立闻言微露讶异，称自己听过幻星门，知晓其是血天北部大宗，虽弟子稀少，却个个都是同阶顶尖存在。这些年游走血天大陆，韩立对各方势力已不似当初那般陌生，故而知晓幻星门实力不输血骨门，疑惑这样的宗门强者为何会加入赫连商盟。文心凤看出他的疑虑，嫣然一笑，解释幻星门开派师祖本就出身商盟，宗门自创立起便与商盟共进退，他担任盟中长老亦是顺理成章。韩立这才恍然，坦言是自己少见多怪。碧影提议带韩立先去住处歇息，告知距强者之战仅剩2个月，雷道友与血煞道友不久也将抵达，让他有任何需求尽管提出，商盟必会尽力满足。韩立含笑应下，称若有需要定会直言。一行人在碧影二人带领下，很快走出灵海，抵达一座要塞般的庞大建筑群前。碧影介绍，此处是商盟在此世界设立的36个大型据点之一，也是黎明界鬼物控制区最近的一处，100万里外便是鬼物地盘。此次决斗场所将设在双方控制区交界处，除参战强者外，还会出动大军，以防不测。说着，便带着几人向要塞飞去，继续沿途介绍。要塞大门前，足有上百人的中高阶甲士守在那里。在近似峭壁的100余丈高的巨墙上，更有一些半人半兽形态的黝黑傀儡来回走动着。要塞上空则是各种颜色的霞光，若隐若现，密密麻麻的各种静止波动，更是直接遍布整个小区。整座要塞一副戒备森严的模样。有碧影带人在前面引路，大门处的守卫自然不会阻拦分毫，反而恭恭敬敬的一礼后，飞快退到了两边。一行人当即大模大样的走进了要塞之中。半个时辰后，韩立就已经身处要塞中心处一座独立的小型石塔中，并在石塔顶层一间密室中盘膝坐下了。为了应对这次强者之战，他已经吩咐朱果、花石老祖在外面轮流守候着，自己则在密室中打坐练气，准备好好的养精蓄锐一番。2个月的时间转眼即过，这一日，韩立正在密室中静静的吐纳养神时，忽然外面传来了朱果恭敬的声音：“韩前辈，碧影大人派人请你过去一趟，说是强者之战的时间已经到了。”“知道了，我这就过去。此行不知是否有危险，你和花石就留在这里吧。”韩立双目一睁而开，平静地回了一句，接着其体表霞光一卷，就化为一道金红盘旋而起，一个闪之后就直接洞穿大门的破空不见了。半个时辰后，要塞中心处的一座类似殿堂的最大建筑中，韩立终于见到碧影、文心凤以及另外一名身穿银色甲衣、满脸冰冷之色的瘦高男子。这位是雷元兄，是本盟在雷鸣大陆的负责之人，身份地位和我雪天地位一般无二的。至于血煞道友，在路途中遇到了些小麻烦，但最迟明天也就会赶到了。但我等现在先做一步，诸位没有什么意见吧？碧影一见韩立没有多说什么，将身旁第4名参加强者之战的队友介绍一下后，就立刻这般的说道：“此次强者之战既然是你负责的，雷某不会做指手画脚的事情。”银甲男子面无表情的说道。韩立和文心凤自然更不会有何意见。于是一干人等在略商量了几句后，当即就走出了大殿。在巨大建筑外，已经密密麻麻的站立一排排全副武装的甲士。要塞上空更是有10几座类似岛屿的巨大扁平飞行法器，黑压压一片的悬浮在空中。碧影一声令后，顿时这些甲士纷纷腾空的没入这些岛屿中。
就只有这些人跟我们参加强者之战。银甲男子看到此幕，眉头一皱地问了一句：当然不可能，这些只是表面上的人，我早已抽调其他据点人手，在半月前就在预定地点另行布置好了。万一那些鬼物不打算守约，或者另有什么图谋，自然会让他们有来无回的。碧影不加思索地回道。银甲男子闻言点了点头，不再说什么了。一干人等甲士全都进入高空中的巨型飞行法器后，才顿光一起的也进入到最大一座岛屿中。下一刻，这些阶段飞行法器移动后，就发出轰鸣声的奔远处飞去了。半日后，一行10几座岛屿就来到了一片看似诡异的山脉上空。这片山脉从中间开始，仿佛有一条无形界限，一面是绿绿翠翠，鸟语花香，一面则黑气滚滚，阴风阵阵，隐约传出鬼哭狼嚎之声。巨岛一颤之后，就在离界线2余里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接着上面顿光一现，一队队的甲士从上面纷纷一落而下，或手中掐诀，或单手直接一扬，各种各样的布阵器具一飞而出，竟在下方立刻开始布置一个超大巨型法阵来。还有一些人则将一些颜色各异的光球也往高空一抛而出，轰隆隆的巨响传来，一节节高大城墙和一座座形态各异的建筑一落而下，转眼间一座小型要塞就凭空幻化而出。同时，一尊尊武装傀儡也被一些甲士从储物镯中取出，凭空出现在城头之上，并被激活的开始来回巡逻起来。而韩立、碧影等人从巨岛中一飞而出后，却凑到一起的向对面分界线处遥遥望去。几位道友请看，那座酷似手指的5座山峰，就是我等约定的较技之地。到时大战一旦开始，我等5人就直接去这5座山峰即可。一旦双方参战人全都到齐，自然会有双方的阵法大师各自激活事先布置的2道防护禁制，将决斗之人全都罩在其内。只有一方主动说出认输2字，或者直接分出生死后，这2道防护禁制才会自行的溃散消失。碧影神色凝重地给韩立等人介绍着强者之战的大概情形。对方不会在禁制上做什么手脚吧？文兴凤眸光一阵流转后，默然问道。放心，这2道禁制完全一样，并不复杂。双方布置完后，还会让阵法宗师互相检查一遍，确认无误后，才会让自己人进入其中的。碧影笑了一笑后，解释了2句。若是其中一座山头结束很早，是否允许胜者参加其他山头的争斗？韩立目光一闪的也问了一句。此方面虽然没有事先约定过，但这强者之战既然是为了争夺此界控制权，自然是要衡量双方的总体实力了。碧影一摸下巴短须，大有深意的回道：在下明白了。虽然对方回答的有些模糊，韩立还是露出了然的微笑。这次争斗并无任何限制，只要能击败击杀对方，任何神通宝物都可尽情施展。当然，修为到了我等这种地步，击败对手也许不难做到，但真要击杀的话，恐怕是千难万难的事情。而且对方绝不是等闲之辈，所修的一些秘法功法和我等平常所见颇为不同，诸位道友要多加小心1、2的。碧影又嘱咐了一句：碧兄放心，我也并非没有见过一些强大鬼物的，早就特意准备了几样克制的法宝。纵然对方和普通鬼物有些不同，但相信也有一定效果的。文兴凤用一根玉指抚摸了一下怀中小兽几把后，嫣然一笑的说道：文仙子神通原本就对鬼物有几分克制之用，再准备了一些特殊宝物，相信取胜几率绝对不会小哪里去了。碧影闻言大喜，这个可不好说，我听说那号称阴司10王中的角色都是对方界面内最强大的鬼物，真动手起来，相信不是那般好对付的。文兴凤摇摇头的说道：哈哈，仙子太谦虚了，对方纵然不是一般对手，我等5个哪一个又是简单之辈了，相信此战结果定会让毕某满意的。好了，诸位先进入下面临时住处休息一下，等血煞道友一会合后，我等就可派人去5座山峰先布置法阵了。相信冥界那些鬼物应该也已经到那边了。碧影口中说着，冲界线另一边的滚滚黑气中望了一眼去。同一时间，滚滚黑气中深入数百里远的地方，近100座1000丈高的白乎乎山峰静静地悬浮在高空中。这些山峰四周黑影重重，隐约无数鬼影阴魂盘旋，飞舞不定。若是有修有灵目的修炼者在此，就可透过阴风将这些白色山峰看了个一清二楚。这些山峰表面凹凸不平，并有淡淡灵火闪动不已，赫然是由无数白骨骷髅堆积而成了。在山峰的一些出口处，则有一些青面獠牙的鬼物进进出出，一个个均都气息不弱，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这些山峰中的一座和其他白骨山不同，附近有数千身穿整齐骨甲、手持各种兵刃的恶鬼来回巡视着。在古山中心处的一座阴森的血红色殿堂中，几个模糊不清的黑影正各坐在一把黑油油椅子上，在交谈着什么。为了区区一个小世界，竟然让我们5个一起跑这一趟，是不是太高看对方了？只要给我100万阴灵军，我一人就可将对方据点全部都拔掉了，何必还举行什么强者之战？真是多此一举。一个身材高大的黑影正冷冷地说道：哼，不要太小看对方了，这些生灵若真好对付，当初负责此事的那几名鬼王就不会和对方强者几次大战后全都负伤返回了。
并且让我们势力被压制在此，而无法前进半步了。想来这次大战，对方也会派出他们中的最强者，不可太大意的，否则真在此翻船了，回头千轮王他们还不知会如何嘲笑我等5个的，对明雄老大也不好交代的。另外一个身材苗条的黑影则淡淡的说道：“对方中的最强者，这正合我意。我的五阴锁心锤正好还缺少一名真正强者精魂作为器灵，若能击杀对方的话，想来这本命法器就可真正大成了。”第一个高大黑影大咧咧的回道，似乎仍不放在心上的样子。可惜明雄老大正和夜鬼一族为争夺另一阴界，在关键时候根本无法分身，否则以他不下于真仙的逆天神通参加这次强者之战的话，对方就连一丝机会都没有了。第三个黑影也叹息一声的开口了：“夜鬼一族的实力也非同小可，他们族长据说神通也深不可测，只有明雄老大才能应对的了。而且相比这个还需多年才能化为性质的小世界来说，自然那个已经先天而成的阴界更加的重要了。”苗条黑影不慌不忙的说道：“既然我们都已经到了这里，数日后的大战肯定全都要出手了，这一点就不必再多说什么了。以我们的实力，最后胜出的把握也应该在7、8成以上。关键是获胜之后，对方会不会遵守约定，真撤出控制的区域？七窍王，那些后手你可准备好了？”一个仿佛毒蛇般的阴沉声音忽然从一个始终没有开口的黑影身上传出。一听这话，先前几个黑影全都下意识的身躯一直，立刻闭口不语起来。放心，我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千万鬼军已潜入到了预定位置。可惜对方所处也是那种无法转化的主界面，否则我们倒可以通过对方进入此界入口，直接反清对方界面的。现在能用强者之战方式解决事情也好，毕竟除了这个小世界外，对方和我们来说根本没有太大的利益冲突。最后一个身材矮小的身影竟发出婴儿般的尖细声回道：“通过我们对俘虏的生灵搜魂可以知道，对方似乎身处一个全封闭的小型界面群，早已和仙界失去了联系。要不是这个小世界由于一次震荡，巧合之极的正好连通2个主界面，我们也根本无法接触到对方的。也就因此，对方的修炼体系应该从上古时候就一直未曾有过太大变化，并且还留有一些现在其他界面群少见的功法秘术。这也明雄老大一口气将我们5个全都派出来的原因之一。一方面希望我们能力压对方独占这小世界，另一方面也希望我们5个能从这些和我们以前敌人不同的大战中能领悟些什么。你们没有察觉到，我们5个在10人中权势早已经困在瓶颈多年，实力一直都无法再有所增进之人吗？声音阴沉的黑影不慌不忙地说道：“这么一说，还真是如此。雄明老大还真是有心了，嘿嘿，上古时候的修炼体系，这还真是不多见的。希望他们真不会让我失望。”高大黑影闻言，两眼一亮起来。好了，既然大家没有其他问题了，今日就先说到这里，都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明日就开始派人和对方接触，开始在决斗处布置好约定好的进展。阴沉声音黑影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其他黑影自然的点头称是。